新浪娱乐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陈妍希。欢迎妍希姐姐，谢谢。最近在忙些什么？最近吗？最近年前就是活动比较多，然后有一些杂志的拍摄，然后拍一些视频什么的。那2026年会不会有一些新的角色和作品跟我们见面2026年现在还不知道，然后现在还有一部待播作品还没有上，然后最近也都是在看剧本，然后希望新的一年能够再演出一些好的角色带给大家。那之前在赖声川老师的舞台剧《镜花水月》中看到了姐姐的表演，饰演的那个角色叫月，是不是？对，那是一个怎样的角色？那个是一个很有生命力，他是一个人生经历非常饱满的角色。我觉得在他身上，他的非常高低起伏的一生当中，我也学习到很多人生的道理，比如说要学习活在当下，跟怎么样去接受命运，然后怎么样去放下的一个故事。所以他的这个起承转合也有吸引到你去参演其中，是吗？非常。其实接镜花水月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收到了赖声川老师他的邀请，就觉得很荣幸，就想要跟老师好好学习一下。对，因为其实当演员这么多年了，也会觉得是不是有什么机会可以再去提升一下，或者是再去学习一下。我觉得这次就是真的很开心，可以跟赖老师一起合作。因为我看很多观众的 report 都说在舞台剧上看到陈妍希觉得很惊讶啊。对，那未来会不会有更多可能不同领域的这种参演的计划？我都不排斥啊。其实我觉得在表演方面，就是各种形式，我其实都是愿意去尝试的。我觉得都会有不一样的，学习到不一样的东西，也会有不一样的新鲜感。那今天来到我们微博之夜，目前有没有一些老友重聚的时刻？太多了。刚刚跟景天也聊了好久，然后好多刘雨欣，然后娜娜，对，感觉到哪都一直在嗨。对。那有没有想一起合作的艺人？我其实没有合作过的，我都会挺想合作的耶。包括比如说像景甜，我们认识很多年了，也都没有合作。然后我知道今天停工，就谢霆锋他今天有来，然后就也很希望跟他合作。然后包括知道今天申奥导演也有来，然后其实也还蛮想要跟申奥导演合作的。因为我们有关注姐姐的微博嘛，发现姐姐是这个打扣达人。其实刚才提到了很多好友的作品，对，都在微博上帮他们打扣过。像之前也去了雨欣的演唱会嘛，是。所以今年还会有哪些打扣的演唱会吗？演唱会我现在还挺想要看霆锋演唱会的，没想看，对，也想看，对，因为他真的是好多年没有演唱会了嘛，然后这次出来就想看一下。然后那个阿令唱了我们《狙击蝴蝶》主题曲的阿令，他的演唱会今年也有想要去打卡一下。那不得不提就是前一阵儿我们给那个宝贝杨丞琳连发6条微博宣传新歌，当时是怎么想？有提前跟他说吗？没有。当时是因为刚好丞琳在发那张专辑的时候，我们都在剧宣，然后就都没有跟到，就是因为剧宣的东西要发，然后就终于可以帮他发了，我就全部他的每一首歌我都帮他发了一下，想给他一个小小的 surprise。那在姐姐心里，我们是丞琳的头号粉丝吗？那当然，就丞琳每一张专辑、每一个巡回演唱会，我都一定会去一次。这样李荣浩会不会压力很大？你给他点压力没关系。好的，那说到去年那个《狙击蝴蝶》这部剧热播出圈，然后很多人都爱上了曾经这个姐姐，也想问一下，当时有提到看剧本的时候就爱上了这个角色，是哪方面被吸引到？曾经真的是一个太有魅力的女性角色了，她就是一个非常现代的独立女性，然后我觉得她是一个很认真生活、很努力生活的人。她不管是她面对她的爱情也好，她的事业也好，她都是一个很努力在过她自己生活的人。然后她即使遇到她人生中的坎坷，她也会有爱跟勇气的继续站起来，而且不止如此，她还很愿意去帮助身边的人，即使在他很难受、很低谷的时候，他接到了一个电话，他就愿意去帮助礼物，去帮别人。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善良跟很勇敢的女孩子啊。对，真的，我也想要一个神经这样的姐姐。那这个角色和生活中的陈妍希本人契合度高吗？我觉得自己也还算是一个比较温暖跟喜欢照顾人的人吧。对，然后我也尽可能让自己就是努力的过生活，好好的过好每一天。那饰演完曾经这个角色，有给姐姐身上留下一些变化和影响？就是戏里面有一句话我很喜欢，就是在戏里面曾经讲了一句，人只要不放弃自己，总能解决问题的。我觉得这句话我希望可以一直带在自己身上。然后我觉得《狙击蝴蝶》这整个故事也是让我觉得感受到就是一种被爱的感觉跟爱人的能力。我觉得人不管发生了什么事，都希望永远能相信自己有爱人的能力跟被爱的能力。
那我们也很期待姐姐未来会，比如说在挑剧本和选角色上会有哪些偏重吗？剧本的话，那肯定是希望是一个好看的故事嘛。那角色上面，我觉得要是有魅力的，就是对我来说是有能量的，能够希望陈金燕她是能够给予人就是温暖跟能量的这样子的角色。然后我觉得作为演员，其实各式各样的角色我都还是很愿意去尝试啊。我觉得没有演过的，我觉得都会想要试试看，不管是带给自己新鲜感也好，我觉得演员也很需要去带给观众新鲜感，看到你不同的面相。我觉得我不设限，我都愿意去挑战。因为之前新浪娱乐采访姐姐的时候，您也说就是允许一切发生嘛。然后我们在写这个问题的时候，有看到大家其实还有很多网友期待看到姐姐说是恶女领域，其实也可以去尝试。我觉得应该也会还蛮有趣的，因为至今还没有特别演过就是真的很那样子的角色。腹黑，对，我觉得也会是一个有趣的挑战。那新的一年，比如说还有哪些想要去尝试的，比如说综艺啊，或者其他领域的工作吗？其他领域的工作啊，我都没有特别的设限。目前这个阶段，我还是会就是演戏为主，就还是很希望可以好好的把戏演好。但是其他的，我觉得人还是可以做很多其他的事情，就是比如唱歌，我也是很喜欢唱歌。然后综艺的话，其实我追的最多的综艺其实是脱口秀或者是喜剧大会这种啊，真的啊？是，对，我是那种脱口秀的忠实铁粉这样子。那今天像什么嘻哈、天放他们有打招呼？有都打招呼了，有跟那个天放嘻哈我好像没有碰到，就天放有打招呼。对，那姐姐会不会线下去看一些脱口秀演出？有，之前有去看过付航，对付航，有去看他的线下，非常精彩。那他本人知道您去了吗？不知道，我过得很严实，很怕被点名，所以是在我们这个采访第一次公开。对，是。但我上次碰到他，我有跟他说，我有去看你的线下这样。那我们也想问一下，之前有一个热搜叫陈妍希有媚感的姐姐，就是妹妹的妹。那也想问一下，姐姐私底下是偏姐姐的这个形象更多一些，还是妹妹的这个形象更多一些？我觉得其实都有就姐姐的话，我觉得我也是相对喜欢照顾人，或者是我有能力去，不管是指导也好，还是帮助也好，我觉得我是会愿意去做这件事情的。但是因为我其实私底下我又有时候会有点小迷糊，或者是我很爱撒娇，对，我觉得那个方面我是像妹妹的。那一般撒娇会是什么情况？因为我已经开始幻想了。就是很爱撒娇，就是个很喜欢撒娇的人。对。然后曾经火了之后，也有很多网友回头去翻看之前参加《浪姐》第2季的片段。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还会去参加这种竞演类舞台综艺吗？我会说，我觉得舞台对我来说永远都是有魅力的，也不排斥。对，我去比赛可能会压力有一点点大，但是如果是真的很喜欢的、想要挑战的东西的话，我觉得我还是会愿意的。也追问一下姐姐，对网友们这些，比如说考古啊加引号的，回看一些以前的一些内容片段，有没有自己特别不想让大家考古，或者会很特别不想让大家考古的，我好像目前还没有特别。对，可能就丑照少看一点吧。就都留下了很多经典的角色，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是。那因为不只是那个浪姐，也有网友开始，年轻的网友们嘛，开始回看国民初恋沈佳宜，就那些年我们追过的女孩。不知道这个，我觉得姐姐越挖越有，不担心。这部电影姐姐自己有回看过吗？我其实那些年之前看过很多次，那时候因为会去一起跟观众一起看了很多场，但是好多年其实没看了，就是我近几年都没有再回看过了。我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常会去看我之前作品的一个人。对，那如果现在的陈妍希跟当时在饰演沈佳宜的陈妍希说一句话的话，会跟她说什么？我觉得我会跟她讲，要享受当下，多演一些好戏。然后我们也想问一下，2026年姐姐有给自己立一些 flag 吗？我立的 flag 非常的朴实无华，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运动。对，然后可能王者荣耀再学一个新的英雄吧。王者荣耀打游戏，你自己的这个游戏技能怎么样？很好，没有啦，有进步了。对，那如果给马年设置一个关键词的话，会设置什么？马年设置一个关键词啊，我会希望，我觉得还是开心吧，就是希望可以好好的过好每一天，开开心心的。就健康生活，然后开开心心。是，对，就是很那姐姐可以朴实的愿望。好，新浪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周柯宇。
先恭喜弟弟新剧杀青，耶！穿越回现代人必须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穿现代衣服，做现代妆发。那还有呢？杀青之后还做了什么事儿庆祝吗？我杀青之后，先就是去杀青的那个打卡地，跟粉丝一起大家庆祝了一下。然后当天晚上前脚进家门，我就给大家直播了一会儿，也是在我们的新浪微博做的直播。然后很开心嘛，那天就是整个线上线下和大家一起庆祝了一下。杀青当晚也感觉到弟弟特别激动啊，然后而且你感叹终于杀青了，所以为什么要用终于这两个字？因为我已经连续拍了6-7个月的戏了，就是去年1年12个月有10个月都在剧组，然后中间有那6-7个月是2部戏无缝衔接在一起的嘛，所以其实按理论上来说已经在剧组很长一段时间了，就是每一天要等着第二天通告去这样过日子的日子已经过了大半年了，这样，所以当时就感慨，觉得可以终于不用等明天的通告决定明天要干嘛这样。对。那我们刚刚杀青的这部戏是《金无不尽》吗？金无不尽。对，那这次拍摄有什么挑战吗？挑战其实也挺大的，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无缝进组一个戏。其实它有很多挑战和困难，就是上一部戏刚刚演绎完那个角色，然后还在很多上一个故事的和人物的那个状态里面，你可能有那些感受还记忆犹新。马上呢，你又要投入到又是一个新的故事，然后又有一个新的很多矛盾冲突也好，情感浓度比较高的活生生的一个这样的角色里面，然后要以无缝去衔接做一个这样的转换，其实是我觉得还是挺困难的。当时也是花了一段时间才调整好自己的那个状态。要不然跟我们也简单剧透一下这个角色是怎么样的？这个角色叫做张行简，然后他是一个朝廷上面的文官，就是比较会用自己的脑子去处理事情的一个人。对，然后不管是遇到危险还是遇到什么情况，包括遇到感情等等之类的，他都是先靠自己的思绪和自己的想法去处理。然后是我饰演过应该是比较善用脑子的人嘛。然后在感情方面的话，他就是他算是一个感情当中的像是下位者一样的感觉，他是一个比较被动的一个不是特别主动的一个男孩，我觉得。对。那其实之前直播的时候也说张行简这个角色有点复杂，对，自己怎么去掌握这个角色的尺度，或者怎么进入这个状态？这个角色复杂，其实复杂在主要是他和很多别的角色的一些人物关系上。你如果单说这一个人物的话，他自己本身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人，就是他有一些比较不太好的童年经历，然后到他后来长大之后，其实他这一路没有，包括我饰演这个角色的年龄，他也不是很大，也就是20出头、20来岁的一个角色，他不是一个特别所谓复杂的一个人，但主要是因为在演的过程当中，在这个故事里面和你相关并且交织在一起的人物和事件非常多，就这个是饰演起来我觉得比较复杂的地方，就是因为你经常要花大量的时间去攻克这些功课。那我们片场的氛围会不会比较的紧张或者比较的缜密？节奏是比较紧张和缜密的，但是氛围不会，氛围其实还是挺轻松的。我觉得，就大家，因为我们要在3个月，大概100天左右的时间拍完一个36集的戏，然后量是非常大的，所以其实我们基本上就没怎么休息，然后每个人也都是一直在紧锣密鼓的拍着。然后只能说是在闲暇之余，但主演们之间的氛围都是挺轻松的，就是闲下来大家就是一起吃吃喝喝，说说笑笑，这样还是尽量在忙中去偷一些闲，这样。对。那不得不问一下，跟于正老师合作感受如何？挺开心的，我们也是因有缘分结识的嘛，是上一次在横店拍古装戏，当时拍《一枕春华》。拍完《一枕春华》之后，《一枕春华》的制片人和于老师认识，然后在北京介绍了我们一起认识。我们就在家楼下家门口一起吃了个饭，然后我们见完之后，隔了几天又于老师就把赵晴约过来，我们又一起见了一次面，然后见了几次面下来，然后聊了聊之后，我们就决定要一起拍这部戏了。这样。现在回头来看，拍这部戏的过程有没有特别让自己觉得演爽了的部分？哎呦，演爽不爽我不知道，反正演完这几个月，这半年多下来，我感觉演挺累的。感觉是不是瘦了？好像瘦了。我那个《金无不尽》之前这个戏拍的时候，我是72公斤，然后我拍到《金无不尽》后面，我就只剩66公斤，就瘦了5-6公斤，10斤10来斤这样，就整个人消瘦的比较快吧。但是没办法，因为你知道他那个文臣梳的那个头就是全部梳上去。
没有什么刘海儿。你像我现在这种顶着这种头发，能有个几片刘海儿在我的盖我的脑门啊等等之类，它能修饰一下你的脸型。他那种头发真的不行，就是全梳上去之后，你会发现化妆时候盯着镜子，哇天，这么大一张脸，就那种感觉，我就赶紧减肥。对。所以在微博上发的那视频有说什么今天最后一次跟这个头套要 say 拜拜了，没错没错，就是感觉到这个激动的心情了。是的。那怎么理解这个戏所谓的权谋的部分？权谋的部分就是职场吧，我觉得有点像。如果把它比喻成我们现代人说的话，朝廷上包括上朝的时候，包括这些文武百官来来回回斗，其实就有点像一个大型的社会职场的这种感觉。然后我们的皇上就是我们的老板，对，就是一个话事人吧。然后我们之间呢，其实就是每一个部门，包括每一个部门的得力干将，都会有一些自己想要完成的所谓的使命和目标。有的人可能是想就是比较贪婪自私一点，然后借公职之权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等等之类的。但我可能就是一个，这个还是我觉得比较惊讶的一点，就我这个人其实不是一个那种野心特别大的人，他就是本本分分的想要服侍好国家、君主和人民。他没有想说啊，我要做到多大的官儿，或者说我一定要当最后站在皇上旁边的最心腹的心腹，或者左膀右臂，我要掌控着整个国家的生杀大权等都没有。他就是尽可能的去服侍好自己职责范围内，就比较踏实本分。如果放在他的权谋这一部分这一块，这个人虽然脑子好用，但是他并没有用他的这个脑子去完成一些特别所谓的雄心壮志或者是大野心之类，这样就是比较本本分分在用脑子的一个人。这部戏的权谋部分大概也都是这样，会有一些明争暗斗之类的，但是大部分时间都斗不过我。说我们很期待这部戏赶紧跟大家见面。对对对。刚才其实有提到杀青的时候，粉丝本来送上应援，然后柯宇也是戴着头套就飞奔向大家，又送回了逆应援。对对，然后当时大家都说你是彻底疯狂的快乐小狗。哇，真的那天太开心了，我现在没法给你形容那天的心情，就是真的很开心，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说，就是我下车之后走到那个场馆里面，然后一见面，其实那天来的人挺多的，然后一大长队那样。我本来进去之后想跟大家打个招呼，我一看这么多人，然后我说这个好像很适合做那个，就像人浪，对对，我也不知道那个叫什么，就反正就像跑赢比赛得金牌了或者什么的，跟大家击个掌什么的，然后就啪啪跟大家打个招呼，这样玩得很开心。对，那比如说此时此刻对着镜头有什么话想带给粉丝们吗？此时此刻，我觉得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开心的过个好年。然后在新的一年可以继续健康、幸福、快乐、平安，这样。你会怎么形容自己跟粉丝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像家人们嘛。那今天来到微博之夜的现场，截止目前有没有碰到一些亲朋好友？好像没有，朋友有。刚才我和那个曾舜晞和邓为，我们3个在一块儿休息，然后刚才和曾舜晞老师我们也合拍了这个一些小视频什么的。对对对，然后在后场的时候还有碰到好多朋友，就文琪，然后宋威龙，周也，还有刘雨欣、欧阳娜娜，就反正都是我这一路见到的朋友，见到的人。对，很多可能之前不是特别认识，但是大家正好就能够借到今天的场合去跟彼此说话聊天，我觉得也很幸运很荣幸。对。那不得不提，去年有一部剧《狙击蝴蝶》嘛，播出之后，礼物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对，这个角色有没有给周柯宇本人留下一些影响和变化？给我留下什么影响和变化？我觉得倒还好，就是我觉得收获了一段我觉得挺美好的回忆，包括一段很珍贵的学习经历。对，拍这部戏，我觉得也收获了很多，学习了很多。那接下来接一些剧本和角色的话，会有一些偏爱，或者会更侧重哪些方面吗？没什么，现在就是等待被选择，就是在等。已经习惯了这个等待的过程。对对对，是的。那有没有像今天在现场看到一些前辈想要合作一把的？不设限就自己想。我特别想和白宇合作，非常真的，我就公众我冲他喊话，对，非常想跟白宇合作，因为最近也有在看《太平年》嘛。
然后之前录开队3的时候，我们就也经常交流表演什么的。反正就白哥就一直很想合作的一位非常我很喜欢的一位演员。就我觉得如果能和他合作一次，我应该能学到，我应该能受益匪浅。咱们好像目前就是在开始推理吧会有一些合作，是的，是的，没有剧集上的交手，没有，对。那私底下大家会常常聚会什么的吗？不，其实剧的私底下大家很难见到，因为基本上都是五湖四海的。我们这几个人，除了这一次在横店，我前脚刚走，后脚林鹤就来了。我们在横店短暂的共同在这个城市过一小段时间，但是大部分时间大家都就是东跑西跑的，很难聚到一起。因为我们也在微博上看到柯宇为白宇的这个太平年打 call 了嘛，是的，所以就是哥哥们有新剧也是第一时间会关注到，会应援，是吗？当然了，一定的。那也想问一下，我们开始推理吧第4季，目前得知的这个筹备进展如何了？目前筹备进展就是一个进展中，就是一个筹备中，快要录了，对，快要录了。那如果不设限的话，在新的一季想跟这个老朋友们玩点什么新的角色或者剧本吗？你说在推理吗？对，推理。这不知道，导演组每一季都会有很新鲜的一些设定和这个想法，期待看到他们这一季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吧。你会觉得我们这个开推的群像有什么独特的气质吗？独特的气质吗？我们就是好朋友，好玩，然后男孩就是个高，男孩个高，对。那之前其实，在微博上也经常直播打游戏。今年如果就是我们就是小小给柯宇增加点 KPI 啊，再直播点不同的内容。比如就想问你呢，比如可以直播。不是你要给我 KPI 吗？比如说 ASMR。你知道吗？我知道，很多时候就这样嘛。对，然后轻声跟粉丝说话，或者什么晚安直播什么的。有助眠的 ASMR， 有吃播的 ASMR， 但大部分听 ASMR 的，我觉得应该都是为了奔着睡觉去的吧。然后我不知道 ASMR 这东西很讲究，它也是个技术活。我看很多就是他们可以用口腔发出很多种声音之类去助眠什么的，包括你要有很好的收声设备等等之类的吧。就是反正弄什么都有。但是 ASMR 我觉得倒真不在我涉及的专业领域之内。可能有时候如果有机会的话，户外直播或者带大家散步什么的等等之类的吧，就是和我生活或者说工作相关的一些事儿。我很感兴趣直播，我也在想有什么更有意思的可以播。因为我们现在就在北京嘛，那北京柯宇也非常熟悉啊。如果不设限，是的，有没有什么地方特别想直播带大家看一看的？我之前其实有想过，我想带大家去我就是在北京和我生活人生有相关的一些角落。比如长大的一些地方呀，或者是我的学校呀，或者是我小时候喜欢跟朋友待的地方呀，等等之类的，就是含一些生活痕迹和轨迹的一些地方嘛。这就是跟北京能想到相关的事情。对，那我们就多多期待在微博上看到更多的直播和视频。好的，好，那回到这个春节的话题啊，目前春节看预备怎么度过？我得先把我那床给睡塌了，真的，我得先好好睡一睡，然后好好吃一吃，这样。可能会长胖，我可能会在短时间内胖的比较快比较多，这样我觉得我这10斤我要胖回来，不能，我要善待一下自己，犒劳一下自己。对。那下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春节期间或者年夜饭桌上必须要吃的美食，对于柯宇来说有什么？饺子吧，我觉得团圆嘛，就是也是一个比较节日的一个氛围的一个食物。对，那饺子馅儿你是哪派的？其实说实话，我最爱吃韭菜馅儿的，但是我已经太多年没吃过韭菜馅儿饺子了，因为韭菜确实吃完之后老打嗝，就是如果你要工作场合的话，确实造成很不便。就今天我要吃完韭菜馅儿饺子过来，你们一屋子人都要遭殃，所以很多时候后来就没有再敢吃了，就是吃一些别的吧，猪肉大葱什么的。然后现在正好有一个热搜啊，在微博上正好让柯宇来回应一下，就是张凌赫刚说和周柯宇有情分不及格。这小子，我都跟你说，他说的时候我都知道他要说什么。他当时在坐着，那个不是有人来采访吗？问的问题是问什么来着？说张远问的，说你觉得你们友情现在多少分？对，没有，那个远哥他过来问，他说你们2个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就是这个一起录节目的这个心路历程啊，分享一下，或者说能不能说一说你们节目录的开心吗？然后旁边是对，曾仁熙坐旁边说，那能怎么说？能说不开心吗？然后我就说没有，我说那个对，他说对，很不开心。我说我们现在特别讨厌，就不想看见彼此，都是仇人现在。然后说完之后，那个林鹤就又说，他说那个
他就说那给你们现在的友情打个分吧，从开录到现在，然后林克就说从10分，如果一开始10分的话，现在就是不及格嘛。就是当张立赫选择要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他是这个回答方向了。对，所以我们属于就现在来说是对抗录的那种兄弟嘛？不是啊，就是我们就是比较爱开玩笑，我们就尤其是主要是开推，我们录完之后，也都一直很想再见到彼此吧。但是，每次在工作场合再能碰见的时候，总会有一种亲切感。对，就是因为还是比较熟悉嘛，因为关系好才开这种玩笑。对，所以好哥们儿的吐槽，大家刷的时候也记得看一下前情，前情很长。是的，千万不要真的就是理解为就是说什么对。那最后为我们微博网友送上新春祝福吧。祝新浪微博的网友们新春吉利，大吉大利，新春吉祥，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幸福平安，发大财。好，也把这些祝福都送给弟弟。谢谢。谢谢。